这个男人的体内同时流着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的血。现在的他是最强侦探，但他也有可能成为最强犯罪者。亚乃乔一直很在意自己当年那场血之实习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蒙府医生说，他想杀死犯人的病是因为做了某种医疗行为才出现的，而唯一有机会改造他的身体的就是5年前的那场案子。他就想让侦探学校的老师修比兹帮他拿到血之实习案的案件档案，作为交换，他可以帮他寻找他的家人。不过修比兹拒绝了，亚乃乔这才把嘟嘟丸也给叫来了。果然，嘟嘟丸用真诚感动了修比兹，但他心甘情愿尽全力帮忙，同意了亚乃乔提出的交换条件。三人当即就出发前往日本山梨，因为修比兹的哥哥当年就是在那个地方失踪的。他的哥哥是研究世界各地民间信仰的民俗学者。11年前的夏天，他前往山梨县的夜蛇村之后就下落不明。那个村子不愧叫夜蛇村，他们还没到地方，却在路上看见了一只白蛇钻进草丛，同时还听见了什么声音。循着声音来到了一处瀑布，发现对面站着一位白衣少女，少女身后是一座神龛。就在他们犹豫要不要搭话的时候，一把斧子凭空飞来，差点砍到嘟嘟丸。少女听到动静，立刻拎着箱子跑了。紧接着出现了一群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的人，那群人提醒他们来这里还是要小心点。等到了夜蛇村村口，看到一群人似乎在吵架，原来是有外面来的人说要在村里盖水坝，要求所有人撤离。那些外村人就是嘟嘟丸他们刚刚碰到的几个公务员，村民当然不可能同意，纷纷嚷嚷着夜蛇神大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夜蛇神是这个村子的人信奉的神明，据说从很早之前就守护这个村子了。说这话的人也是一位民俗学家，他同样是来调查夜蛇神的，只是现在村里出现了这种骚乱，根本没办法深入调查。领头的公务员只冲村长扔下一句好好教育你的村民之后就扬长而去。村长看上去也很为难，但还是热情的招待了修比兹他们，因为修比兹之前也多次来这里调查过哥哥的失踪原因，跟村长已经很熟了。村里的住宿小屋已经给公务员住了，所以三人被村长带回了家里。才刚到家，外面就下起了大雨。村长说这是夜蛇神之怒，说明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之前他们见过的那位白衣少女就是村长的孙女小四。晚上修比兹给亚乃乔看了自己大哥的照片，那时候他们俩是一起来夜蛇村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就发现大哥不见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村民们也帮他一起在山里搜寻，最后什么线索都没找到，大哥就像是凭空消失一样。不知不觉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嘟嘟下意识地望向了门外，对面就是公务员住的住宿小屋。突然他从窗户上的铁栏里看到了个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蛇缠着一个人。三人立刻冲到了对面。进去之前，亚乃乔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被雨水淋湿的地面没有留下脚印，说明没有人进出。接着他拉开了门，门没锁，进去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响，进去之后却什么都没有找到，刚刚的蛇缠人凭空消失了。然而隔天早上，在村子外面的瀑布池里就出现了一具横死的公务员尸体，脖子上还有蛇鳞般的淤青。亚乃乔照例躺在地上和尸体对话。嘟嘟丸作为警察，对已知线索进行了汇总。尸体的死因是掉进瀑布池的时候撞到了头部，脖子上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但是没有找到凶器。就在这时，村长走了过来，直接告诉众人不用查了，是夜蛇神大人做的。小屋外面没有脚印，只有神明才能做到这种事情。神秘的古老村落出现命案，凶手竟然是村民信奉的神明。对于唯物主义者的嘟嘟丸他们来说，当然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紧接着小四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上来就质问爷爷为什么要让外人进入瀑布。村长表示情况特殊，所以他批准了，然后向小四介绍了修比兹他们这几个人。得知嘟嘟丸是东京来的刑警，小四这才放松下来。亚乃乔突然问他昨天在瀑布上是干什么。小四回答他在那个神龛供奉夜蛇神大人，也只有夜蛇村的村民才能来这里献上贡品，村民们都对夜蛇神深信不疑。亚乃乔便不再多说，示意嘟嘟丸和修比兹进一步说话。他觉得这些村民对神明痴狂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时前两天他们遇见的那位民俗学者跳了出来，这位学者也对夜蛇神非常感兴趣，据说他直到现在也依旧活着，是一个活传说，甚至还会收到消失的力量出现的报告。比如15年前政府也有过新建水坝的计划，可每次要动工，那些重机械就会消失不见。学者还亲身感受过夜蛇神的力量，他有一次在这座山上跌倒失去意识，醒来后却已经身在山脚下了。越研究就越对夜蛇神大人痴迷，还有今后定居这个村子的打算。亚乃乔问他昨天下雨的时候在干什么，学者回答他去祭祀了夜蛇神大人的神社，那个神社修比兹也去过，里面还有巨蛇蜕下来的蛇皮。
皮、牙齿和眼珠，以及画着夜蛇神大人的挂轴和相关资料。但是昨天竟然暂停开放了，学者就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三人重新梳理了一下从昨晚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关键应该是他们进门的时候听到的那声响声。修比兹觉得那可能是夜蛇神瞬间移动的声音，雅乃乔却觉得凶手另有其人。于是三人在警察的允许下又重新进入小屋搜寻了起来。警察告诉他们，现场只有一个线索，那就是掉在地板上的黑糖蜜。这份黑糖蜜是雅乃乔昨天丢的，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线索了。修比兹瞬间绝望了起来，觉得大哥肯定也是被夜蛇神给抓走了。正对着窗外回忆大哥的时候，突然看到外面的河里有一条白蛇，可是鸭奶乔和嘟嘟丸过来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但这反而给了鸭奶乔灵感，问警察他们来的时候黑糖蜜的罐子是掉在哪里的。警察回答他们，把榻榻米掀开检查后就恢复原状了，也就是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鸭奶乔一撩头发宣布，活传说就是由活人创造出来的。将答案告诉嘟嘟丸之后，嘟嘟丸把村里的人都召集到了瀑布上，首先告诉大家，昨天晚上他们三个赶到住宿小屋的时候，鸭奶乔不小心弄掉了黑糖蜜的罐子，地板弄脏，结果今天却发现屋子和罐子的位置不一样。这时候修比兹又说自己在河里看到了白蛇，事后嘟嘟丸前去调查，发现那其实是一块绑着绳子的石头，这些都是他们解开夜蛇神消失之谜的线索。原来那天晚上他们看到的夜蛇神大人只是贴在榻榻米上的挂轴画像而已，凶手把榻榻米立起来，在背面贴上夜蛇神大人的挂轴，然后用绳子固定，绳子的一头就用入口的门夹住，另一头则绑着石头垂到窗户外面，这样他们一开门，绳子就会松开，绑着绳子的石头也会掉进河里，贴着画像的榻榻米倒下，并发出砰的声音。等他们进入房间后，看起来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黑糖蜜的位置和屋子不一样，是因为犯人在收回挂轴的时候掀开了榻榻米。那么究竟是谁做了这种事呢？凶手为了不被村民问罪，肯定需要有人目击这个圈套，而安排他们住在小屋对面房间的就是村长。所有人听到这个宣判都惊呆了，凶手竟然是所有村民都最敬重的村长。嘟嘟丸他们当然也能拿出证据，今天早上发现的那具尸体脖子上有疑似蛇鳞的勒痕，他们就提到了昨晚看到有人被蛇缠住的事情，一般人肯定都会联想到被害者才对，只有村长一口咬定是夜蛇神，说明村长知道他们看到了挂轴的画像。村长还在强词夺理，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于是接下来鸭奶乔接替了嘟嘟丸的工作。哎呀，其实嘟嘟丸心经想说的是神龛的粗绳，众人这才注意到神龛上的绳子缠绕的方式跟昨天不一样，说明有人拿它做了什么事情又缠回去了。那么只需要让法医验一下公务员的脖子以及村长手上的皮肤组织，就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了。村长无话可说，终于还是坦诚了一切。他说自己怨恨协助建造水坝的公务员，所以才会把人叫出来杀掉。刚说完，鸭奶乔就开始犯病，勒令他从瀑布上跳下去。村长下意识听从命令，准备往下跳，幸好嘟嘟丸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赶紧把人拉住，才清醒了过来。万万没想到，他们脚下的石块突然塌了，两人一起掉了下去。千钧一发之际，嘟嘟丸一手抓住村长，一手掰住岩壁上的凸起。此时鸭奶乔才刚刚清醒，突然草丛里飞出来一根绳子垂了下去，嘟嘟丸和村长赶紧顺着绳子往上爬，村民们也齐心协力把他们拉了上去。之后村长被警察带走，接受应有的惩罚。等所有人都走之后，鸭奶乔让那位扔绳子的人赶紧出来，而这个人竟然就是修比兹的哥哥。原来鸭奶乔和嘟嘟丸早就意识到修比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而且还救了那位民俗学者，再加上小四去神龛供奉都会带着保温袋，想必是拿食物去送给住在山里的人。修比兹不解地问哥哥为什么不告诉自己，殊不知哥哥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一切还要从15年前说起。那时候他来夜蛇村做研究，当时的村长刚好受外面要建造水坝的烦恼，哥哥就开玩笑地说可以利用夜蛇神的传说，没想到村长真的把重机械藏在了山里，阻碍了建造水坝的计划。4年后，哥哥在别的地方做研究的时候，不小心接触到了不能知道的情报，以至于被某个组织盯上，在逃离追兵的过程中辗转来到了这个村子。村长和村民们感激他，就让他躲进了山里。村长杀死那个公务员的真正原因，就是公务员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向村长勒索，村长忍无可忍才下杀手。所以这
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修比兹的哥哥。那鸭奶乔就看出了村长真正想保护的是自家孙女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既然村长已经决定承担一切，那他们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吧。说完后，鸭奶乔和嘟嘟丸就直接离开了。修比兹的哥哥和小四也修成正果。找到哥哥后，修比兹按照约定回到了学校，想要帮鸭奶乔找到那份文件，结果竟然被校长给发现了。校长对他的到来丝毫没有意外，且并不打算惩罚他，而是拜托他帮自己给鸭奶乔带封信。回到鸭奶乔的事务所后，鸭奶乔已经紧张到全身僵硬了。一听说修比兹没找到档案，当场倒地。修比兹便把校长给他的平板拿了出来，里面的信息只要看过就会立即被销毁。平板还被设置了密码，而密码竟然是修比兹和嘟嘟丸的个人资料，说明校长也想让他们俩听一听。一上来，校长就告诉鸭奶乔，他想要的档案已经从警方和学校的记录里被删除了，而且在那件案子中，其实现场有发现第三者的血液，但是当时的校长实在没有办法解开密室谜团，最终没能替鸭奶乔洗刷冤屈。结果没过多久，关于血液的资料就被某人从所有档案中删除了。后来，约翰老师在天文台遇害，现场留下的记号和鸭奶乔脖子上的记号一模一样，这让校长确定5年前的案子，鸭奶乔是被冤枉的。记号是在案件发生后治疗伤口的时候被弄上去的，逼死犯人的病也是在那个时候植入的。而能做到这种事情的组织，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 M 家。据说这个家族专门搞高难度犯罪，他们犯下的案子100%会变成悬案。校长也想继续追查真相，并且已经知道他们学校里就有 M 家的内奸，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向鸭奶乔传递讯息。他对鸭奶乔抱有很高的期待，最近又得知鸭奶乔遇到了值得信赖的新朋友，认为他总有一天能亲手洗刷自己身上的冤屈。但是这个 M 家实在太恐怖了，就算是blue的优秀学生想要调查那些悬案，也都会死于非命。然而鸭奶乔在知道这些后，心中却只有兴奋。只要他和嘟嘟丸继续查案子，总有一天能再接触到 M 家族。到那时候，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他要揪出 M 家的真面目。与此同时， M 家族的长子也在暗戳戳的准备搞事情，想要看看鸭奶乔的血脉到底有多优秀，是否有资格当他们的兄弟。反正他绝不会允许继承福尔摩斯血脉的鸭奶乔以侦探的身份活下去，所以他要给予他绝望，让他自己主动放弃推理，让他体会一下莫里亚蒂家有多可怕吧。